接下来我要讲的话，没有看过《挽救计划》的朋友，赶紧把耳机摘了，因为我要剧透了。没有看《挽救计划》的朋友，现在就把耳机摘了啊！小孩子不要听，接下来是大人的剧透。挽救计划为什么高级呢？就是因为高司令不是自愿上太空的啊，懂吗？而且也高级在于他拯救了地球，他不回地球 ，understand？ 就如果说是越南拍的片的话，高司令必然是主动上去的，而且他还要把其他跟他一起想主动上去的人给淘汰掉。他说：“你有孩子，你有老婆，家里不能没有你，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我没有牵挂，让我去吧，老吴啊。”他必然就自己出列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不一样，就他不一样。来，你看，之前我看了这个评论，难道被删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个评论，非常的赞同，我点了赞，然后现在看不到那个评论，怎么回事？那确实就是他高司令非自愿的，这是就是我觉得比较精彩的一个设置。凭什么就要自愿呢？而且没有恋爱戏份也算好的。如果说按照以前的，不光是那个什么越南或者说好莱坞，以前的好莱坞他也是会安排就一段爱情，男主和女主，说男主和外星人，反正女主和外星人，反正就得来点爱情，也没有爱情也挺好。就是男主角不谈恋爱，男主角不自愿上太空，男主角没有回地球，这三个设定都比较high level。这几天海峡都闹成这样了，我能好好潜心看小说吗？没看完，看了1/3吧。但是那个很多人打差评，反正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科幻，喜不喜欢高司令，这是近期甚至是从2026年以来我觉得最好看的片子。阿凡达虽然你懂的，就是特效拉满，而且3个小时，有些人觉得膀胱爆炸，但是3个小时的特效其实是非常值回票价的。但是《阿凡达3》的那个剧情也就那么回事吧。我觉得，挽救计划是2026年最好的，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大片。阿凡达算去年的啊，对，只是今年也还在上映嘛，比沙丘还好看嘛。沙丘那个剧情。沙丘为什么我不喜欢呢？就是我没那么喜欢，因为它的剧情太落后了，它的那个意识形态非常的落后，就是莫名其妙男主角就要赢，莫名其妙的就赢了，剧情有点一坨。我觉得沙丘的人员组合，就是他的演员阵容，我给到一个夯，他的画面特效我给到一个夯，他的音乐我给到一个夯，或者说人上人们，他的剧情我觉得给到一个 NPC 的，莫名其妙的，就是最开始写这个坏人，哇，好牛啊，好厉害呀，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哎，他一句话就把我整个家族灭了耶，然后最后一下子就把坏人干死了，就是那种夜王走了8季，最后被一个匕首捅死。他说他妈的刷微信步数呢，真的就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莫名其妙的，前面把坏人反派写的这不妈的势力又强大又心狠手辣，后面噗几刀捅死，像杀死一条路边的狗。哎，不要杀狗，我是爱好动物的。杀死一条路边的蟑螂，一直还用剧透吗？这夜王肯定死了呀！没想到你们文化水平这么差。宿命感，他沙丘是1950几年的片了吧？我忘了啊。我们现在的观众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些随便能够糊弄的观众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观众不喜欢那种主角光环的片子了啊！我操，这个主角一个人像那个什么那个兰博基尼不对，那个兰博一样啊，一个人拿着一个冲锋枪就把敌人整个王国给扫了。他什么帮派呀，什么就是我们不太我不知道你们，反正我现在觉得我们已经不太喜欢这种有主角光环的片子了。他一个人太强了，所有的子弹射他的时候都是给他瞄边的，打不中他反正就是超强，主角光环就很没意思。而且我觉得现在也不太流行以前那种了，以前那种叫什么，叫那种武侠小说似的，他呀坠下山崖没死，
掉进一个山洞，刚好有武学秘籍，就没意思。沙丘跟魔兽世界真人电影哪个比较烂？我觉得魔兽世界真人电影比较烂，但是我觉得魔兽世界没砸那么多钱，就是没花那么多钱嘛。那烂一点也，就是花了很多钱出来的结果烂的话，更难以忍受。我没有恨魔兽电影啊，我觉得就是没那么好，也没那么烂，但是呢，总体还是有点烂。为什么烂？一个电影它没有拍续集，就说明观众不喜欢，投资方也不喜欢。就烂尾了。有些电影可能你不喜欢，但是投资方赚到钱了，或者有些你不认可的观众他喜欢，他就会拍压抑3 C 楼叉8，拍到第9集嘛。生化危机也烂啊，生化危机烂的要死，生化危机的电影。但是我们玩生化危机也不是看剧情的，反正就莫名其妙，反正就开始你啃我，我啃你，拍了6集。小时代1、2、3、4。现在看电影看电视剧一样。现在我因为开了很多，不是开了，就蹭了很多那个流媒体的会员，我现在看的有点挑剔了。我以前是那种，我如果下载了这部电影，那不管多难看我都会看完的。但是现在我的选择太丰富了，我有时候看到一半，我觉得确实不是我喜欢的，我就会停止看了，因为我不看你，我有的是别的看。以前我就是屎都会把它吃完的那种好观众。怎么又说到这个了？哼，我们再给你唱一首歌，打观众的，不那个电影的，新学的。这个主播太认真了吧，太好学了吧，太勤奋了，我给到一个横。阿凡达有3部，阿凡达2、3部是一起拍的。阿凡达1，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觉得阿凡达1是划时代的作品，就是我给到一个夯出天际。阿凡达1当年是无人能比，它的剧情虽然老套，但是它讲得很好。但是阿凡达2的话就不太行，剧情太老套，特效还是顶级。2和3是一起拍的，所以你觉得2和3都不怎么样，是因为它一起拍的。就是等于是说，你妈妈在大年30的时候做了一顿菜，但是呢，分别在大年30的时候端给你吃，以及元宵节的端给你吃，你觉得都不好吃，那很对，因为它就是一桌菜，分2次端给你而已。所以你不要有什么奇怪的期待，他们是一锅炖好的。第3部还是可以看，第3部我觉得就冲那个特效，我就觉得不错，我还是蛮喜欢阿凡达的特效的。